看我后面就知道，我现在人正在游轮上，爽。不是爽，是正在度假。搭邮轮能不能在船上上网，一直是乘客非常关心的问题。过去我们都只能购买邮轮公司提供的船上 WiFi， 而且它经常有装置数量的限制，便宜的只能1个装置，你连热点分享都不行。除了购买邮轮公司的 WiFi 之外，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上网方式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GigSky Cruise Plus Land eSIM 方案，到底有没有像它字面上讲的这么好用？我们就来实测看看。它运作方式比较特别，是在海上的时候，它会自动连线到合作的 Wireless Maritime Service WMS 这间公司所提供的 Cellular at Sea， 也就是海上移动讯号。只要你靠岸的时候，它会自动连线到当地的供应商，让你可以一张 SIM 卡不用切换。像你在加勒比海或地中海、亚洲这些区域停靠不同的国家的时候呢，通通都可以上网，一张 SIM 卡直接解决。我们这次主要测试的邮轮航程有2段，一段是欧洲的西班牙，跨过地中海，穿越大西洋来到美国；另外一个就是罗德代堡出发，然后沿着加勒比海停靠。我们看看是不是如他所宣称的，每个地方网络都这么顺畅。在 GigSky 的购买页面上面可以看到有国家、区域、世界邮轮、境外机上，其他不管，我们主要看邮轮。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邮轮品牌可以选择。其实呢，你选哪一个都没有差别。它设计这个页面的目的是要确认你所搭乘的邮轮他们有没有配合，所以不管你怎么选都没有差。我们选择了 Virgin Voyage， 可以看到有美洲、亚太、欧洲、全球、中东跟海上。虽然呢，我现在看欧洲的价格7天1GB 是34.99，它跟只有海上7天1GB 32.99只差了2美元而已。好像说，只差2美元，为什么不选择欧洲？但是其实我们主要要使用它呢，都在使用在海上，因为路上的流量很便宜，你只有1GB，你要分摊海跟陆的话，你也知道你自己手动切换就好了，所以我会推荐大家买直线海上。我们现在是从瓦伦西亚开出来，其实我们还在地中海，但是呢，我们已经离岸超过了12海里，所以看到我的手机上的画面，我们看到这个 Cellular at Sea， 这个就是海上网路的意思。以前你在游轮上看到这个，就代表你手机没有信号，但是 GigSky 是特别跟这个公司合作的，所以它可以收到这个信号，就代表你可以使用 GigSky。好，我刚刚安装完 GigSky 的 eSIM 啊，我有点紧张，发现完全没有讯号。可能跟下飞机的时候你刚打开手机一样，它连线需要一段时间。你看我现在3到4格接近满格的情况，现在 GigSky 是有讯号了，所以我现在把 WiFi 关掉。我们看一下距离，我们现在在瓦伦西亚外海，大概2只手指这么远的距离。总之，超过12海里你才收得到海上的讯号。我们先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Speed Test 测测看这个网路，只有1GB 啊，测这个很消耗的，我为大家牺牲很大。开始，我现在蛮紧张的。现在先是 ping 大概590几毫秒，虽然看起来像是移动网路，其实它 GigSky 的本质呢是卫星网路。10 Mbps、12 Mbps、13 Mbps，还蛮快的。因为你知道在船上，我们现在这个 Virgin Voyage 它有免费的 WiFi， 而且我们是高阶 WiFi 哦，比它还好。大概4 Mbps， 换掉。但是这个流量只有1G 啊，大家省着用。我现在下载是14.3 Mbps， 上传是2.5 Mbps， 14.3 Mbps 是可以看影片的哦。我是指它的速度可以看影片，不是叫你们看影片啊。我们现在打开 YouTube， 我拍到一半就没有流量了。播个小伙伴日常。我现在讯号有3格，可以了。有没有？是可以看影片的。我搜寻一下，播一下。可以吗？广告要看吗？看啊，赚钱啊！好，帮你略过。OK， 我们现在人在北海道，我们现在带着100万日币，我们要在日本买房子。这次是直接签约加交屋，整个全部一起。等一下再讲。有没有顺的？10几 Mbps 的流量是可以看 YouTube 的，好吗？我是只说频宽可以看 YouTube， 但是看起来很伤啦。那我有个疑问，可以直播吗？直播，就是比如说什么线上开会什么之类的。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上传，只有2 Mbps 多，你不要期待你的画质会有多好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打开我的 GigSky。我觉得在地中海这边好像还蛮给力的，真的。这边可以看到我的计划，现在已经还剩下961 Mbps。那还行啊。刚刚已经用了将近40 Mbps。你要不要试试看直播测试？我要播什么？播给谁？谁要看我直播？随便，我现在只是在测试 IG 试给大家看看。希望不要有人加进来。按一下直播是吗？要新增标题。可以吧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画面。正在检查网络连线。
我正在直播，他已经在直播了。这里面有人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？应该没有人。有人进来了。可是他们听到的你讲话是清楚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有没有人可以回应一下我讲话是清楚的吗？我们现在在测试网络顺不顺？就是海上有一种网络连线方式叫 GigSky， 现在在测试用 GigSky 在地中海西班牙的外面直播，看看频宽够不够。对，所以大家听到的话是正常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你要看我在拍，我怎么看？我看不出来啊，现在声音他说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对，所以它的频宽是足以让你在海上做直播的，至少没有要做直播的意思。我是说，因为有些人会有开会的需求就是比如说我要海上工作，所以就是测试看看，在这个现在几点？现在是晚上7点02分，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外面，在 Virgin Voyage 的14楼的阳台舱，看一下。这直播起来没有啊，我就是在测试看看，外面有点黑。这么黑，你哪能看到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很暗有一点暗。外面有几艘船。我只是在测试看看这 GigSky 的网络在地中海给不给力。如果给力的话，就会推荐大家，如果你在海上有使用网络的需求，算流量的，你我有点疑问这样大家有觉得有断线的情况吗？我不知道。有没有断线？有断线，先分享一下。我看不出来，其实我第一次用直播，我不知道大家在干嘛。不知道。好了，我拍 OK。我看直播到现在大概用掉了将近40 Mega， 所以也还可以啦。如果你有线上会议的需求，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需求，你还是买船上的 WiFi 就好了。毕竟你开会很重要嘛，公司要付钱给你。我觉得这个的好处是说，搭邮轮有7天，可是你买网络，你不能说我只买1天，你一次就要买7天。可是我可能今天就滑个 Line 收个讯息而已。其实你如果传讯息的话，我觉得1 GB 是蛮够用的。我们刚刚在房间里面测试了一些网路啊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走廊，你看4个，你看这是船上的 WiFi， 比较弱一点。可是我们这里是高级的了。高级的。我有个疑问，因为我们之前还没有拍测试影片，就有观众去使用，他觉得没有很好用。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要理解它的运作模式，你就知道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为什么它会连不到，为什么它会没讯号。大家在使用前还是有几个重点必须要先了解。根据 GigSky 官方的说明，邮轮必须要离岸12海里以上才会启用。当你的船太靠近港口或者是岛屿的时候，它会切断它的讯号，手机可能会显示没有讯号，你必须要主动切换，或者是选择使用当地的供应商。这样是离岸太近就不好用。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想，岸上的网络总是比较便宜的。还有一点，虽然这个是海上网络，但其实移动讯号呢是从船上的设备一种延伸器所发送出来的，所以真正讯号并不是我靠近大海就收得比较清楚。所以我们现在讯号是从船上发出来的。对，那由于船大部分都是钢制结构，所以它本身会很容易阻挡讯号，所以你在邮轮上的哪一个位置讯号比较好，是取决于船的配置，很难去评估的。最后一点就是 Cruise Plus Land 的方案呢，都是以流量设计的。所以适合轻量的使用者，使用的天数长，但你用的量没有很多，那这方案就会很适合你。所以我不用每天买，我只要用我要的分量。就比如说我可能只需要3G， 我就买3G。我假设你参加一个7天的邮轮，有5天都有靠岸，你真正在海上需要的时候，其实只有2天的网络，或者是说在晚上夜间收讯息的话，这个方案就很适合你。但你如果跟船公司买 WiFi， 你7天都要买好没买。现在一个邮轮网络位置测试，我们现在在星星公主9楼船尾的环景餐厅，也就是这个户外区域，特别挑选的这个位置大概有3到4个。那我来用 Speed Test 测试看看网络可以跑到多快。开始测试，哎呦，开始跑了。现在是测试反应速度，390、400，大概400毫秒左右。下载速度可以跑到12 Mega 左右，上传只有到0.7 Mbps 而已，很低耶。你要看影片的话是没有问题的，4K 每秒10 Mbps。差不多麻吉吧，但是上传可能就没办法。你如果要做视讯啊什么的，上传会比较卡一点。那我们来实测看看，除了这种跑分之外 ，YouTube 能不能顺跑？照惯例，我们一样先播一下小伙伴日常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世界最狂的 Icon of the Seas， 还蛮快的。那我来看一下，把它荧幕放大，看一下它现在画质自动跑到多少，720p。好像还行吧。对，看影片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因为它照流量计啦，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太专注在欣赏 YouTube 影片上。
OK， 我们现在在房间的内舱。邮轮上不见得哪一个位置的讯号会比较好，要看船舱的设计。原本我的内舱呢都是收得到的 ，but 我们现在的船在巴哈马群岛之间，所以可能太靠近这些岛屿，必须要把卫星网络关掉。打个岔，我要怎么知道我在哪里？你要找自己的船在哪里，最好的方式不是看 Google Map， 因为你很难定位到自己，尤其是你在内舱的情况下。所以我都是使用这个 Cruise Mapper 邮轮地图，可以搜寻你的船。像我们这是星星公主 Star Princess， 看到我们的船现在在哪里，你甚至可以看到附近有哪些船。它现在离岛屿这么近，没有办法测试。那我就等到有网络的时候再测。但这也是提醒大家，船它行经在多岛屿的区间的时候，有可能讯号会断断续续的。我觉得就是一个经验，你了解它的原理，就会知道好用跟不好用的差别是在哪里。我刚才突然发现有讯号了，现在船已经距离岛屿有一点点距离。我现在在公共空间7楼酒吧的一个小角落，讯号是2格，测一下 speed test， 反应速度400多毫秒，差不多合理。卫星网络2格也是可以跑到10 mega， 掉下来了。不要觉得7 m 很慢，我这个 Princess Plus 的 WiFi 也是差不多这个速度而已。真的吗？对，还剩1格了，没叮没当，拜拜。好啦，这件事也告诉我们，船上的4G 讯号，它是由船上的设备发出来的，我们不晓得它的设备在哪里，而且船上每一个这个墙都是金属结构，所以很容易你会找到死角，但你可能要稍微移动一下，看会不会讯号会好一点。我从左手的角度换到右手而已，就这么一短短的距离就可以上船了。虽然速度非常的悲催，大概0.2 ms， 下载速度很快，但上船速度一样是不太行。吃饱喝足回到邮轮内舱，我们这次住在公主邮轮 Star Princess 的11楼船头。内舱的收讯呢是3到4格之间飘逸，反应速度一样，差不多是400多毫秒，下载10 ms 左右。我估计上船应该在1 ms， 没有0.6。上传频宽真的非常受限。那我们看看这个13 ms 的下载可以顺到什么样的程度？什么东西最能考验网络应用？我知道了，抖音。给你了，来了，帅，好帅。Hey mom, I'm here with my wife. Hello, my son was born yesterday. I'd like to buy a watch to celebrate. 所以 GigaSky 这个 Cruise Plus Land 的 eSIM 方案，重点它是提供你这种不是很大量的适量的需求。那如果像你的邮轮跨过的天数比较长，你不需要每天都重度使用的话，轻度使用非常方便。像我们在加勒比海停靠几个不同的小岛，已经停靠到多米尼加了，我也不用烦恼多米尼加要买哪一家的网路，我直接使用 GigaSky 的 Cruise Land 方案。加勒比海，你在购买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，你所停靠的港口、停靠的国家是不是包含在加勒比海方案之中。但为文尼查过了，多米尼加 OK， 所以你看这个 GigaSky 讯号直接满格。我现在船靠岸了，自动切换到陆地上的网路，完全不用烦恼。尤其是我们这种小国家只会停1天。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因为你每个地方停留，你不确定你停的时间长短，要用多少的网路。我是选7天1GB 的，所以我短暂的靠岸的上网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虽然 GigaSky 是用流量控制的，但是你想想看，流量通用的好处就是我这整个7天的旅程中，如果中间不够用，我可以再储值；但如果我没有用完的话，我可以到下一个点再用啊。我不用说多米尼加买1GB 或多米尼加买500 ms， 500 ms 没用完就浪费。上一趟邮轮遇到的情况就是 A 点用没有用那么多 ，B 点用比较多就浪费了。对。所以它这个整个是通的，感觉就很非常好。我们今天邮轮停靠大特克岛，而我的 GigaSky 呢，直接在这边顺畅无缝接轨，3格 LTE， 可以看到我的 Google Map 呢顺畅使用哦，可以看到各种东西，看一下饭店内容都看得到，测测看 GigaSky 跟当地的供应商配合，网络速度如何，测速看看。不行，无法测速。无法测速，但是我可以使用。那不然这样好了，我看看能不能看 YouTube。YouTube 可以耶，顺开。点个小伙伴日常，还没跑出来。我觉得在这个岛上的网络反应没有那么快，但是是可以使用。好，真实开箱，真实开箱。哦，有了。要一点时间。好，对，随便点一下哦。有了。播放还行。所以就是要让它多一点时间反应。我发现又可以测速了，而且神快，跑了100多 ms。哦，所以需要一点反应时间，但是现在到80、83，蛮猛的。
你不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停靠点的网络都单独去买，靠岸就使用当地的连线。平常在台湾也不好买到这些国家的网络。对，虽然你在船上的上传频宽很受限，因为毕竟是卫星网络嘛，但是你只要一靠岸以后，测试我在 Grand2 频宽非常的猛，速度非常的快，但是你要注意啊，流量省着用。哦，对了，用小伙伴的连结会有什么优惠吗？如果你看完了测试影片，觉得 GigSky 的网络也适合你，你可以使用下方的连结下载 GigSky， 并且输入优惠代码 QBOTTRAVEL， 全站可以享10%的优惠折扣。现在就赶快试用。